叔，哎，你看我这东西值不值200？啊，我现在着急用钱，准备去买几本书。你最好给我拿现金。值不值200？小朋友，恐怕你连这个东西是啥都不知道，这可不是你这个年龄能拿的东西啊！因为你这个是少见的原相共和军阀币，你这唐突的拿出来，恁爸妈不知道吗？我爸知道，这我爸昨天才给我的，说我急用钱的话，随时都可以拿出来骗你是小狗。你要是说拿个10块20块的零钱，我相信；你拿这种军阀币出来，恐怕没有一个人相信。虽说你这块币入的是批盒，哎，没给分，XF97，很明显就是延平的状态。币面整体味道非常好，尤其是它原相这一块，你看一下，它的这个鼻子还有高帽，这个冠音很突出，很清晰。这应该是你爸保险柜里拿出来的吧？我现在已经给你解释得很清楚了，你这是想打探我们家的保险柜吗？实话告诉你，我家没有保险柜。你家有没有保险柜，其实和我真的没关系。第一，我从来不打探别人家的财产隐私，因为这我知道啊，这个银元真假啊没任何问题。第二，单凭你说的这个原相共和，你爸让你拿出来换钱花，我100%不相信你爸会有这么傻。那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！那我实话告诉你吧，这银元是我同学的，他叫我拿出来卖了，有了钱我们俩一起花。你这样说的话，我就相信了。一般也只有像你这么大的年龄啊，才会胡乱卖东西，从来不讲究后果。这么稀少的原相共和军阀币啊，你这区只要200块钱，也太草率了。难道你就没考虑过这块银元还能多卖钱吗？当然考虑过了，本来想卖800、1000嘞，都说银子便宜，就是不要。那只能说你们的年龄太小了。你去金店找他们卖这个，很多人肯定看不懂真假。你想想，人家那是专门卖黄金钻石的地方，对这种老银元懂得不多。即使别人再不懂，但也并不说明你这个银元就这么便宜啊。我在手机上查过了，银子好像有7块钱一克，我这银元好像是26.8克，我们感觉卖200块钱应该是很合理的。那我得给你点个大拇指，以你这个年龄啊，能查询出银价，然后根据重量换算出银价是对的。但是你们还是太稚嫩了，这种银元啊，可不单单只是银子那么简单。现在有很多那种国宝帮，他们在古玩地摊上，你掏几十块钱买的那种赝品。哎，人家还信心满满的想卖个几万几十万呢，哎，而你们拿着这种一眼大开门的东西上来只要200的银价，你说，哎，这何其悲哀吧？其实这种原相共和啊，现实生活当中并不常见。虽说，哎，这个人是袁世凯，哎，我们家里啊有很多的都是那种袁大头，一块袁大头市场价才800到1000左右，而这种军阀币稀少的程度啊，你就是拿几十块袁大头，现实生活当中也根本没人跟你换。你这个共和好就好在它的整体币面是原汁原味的，严重低频的币子。其实老味道的共和太少见了，大概市场价我给你随便估一下，现在能卖个10万左右吧。不会吧，10万？这钱也太多了吧！我一个人拿这么多钱出去，恐怕也不安全吧？你说这该咋办？说实话，像你们这么大的小孩提10万块钱出去，那确实是不安全。关键是一下子给你们10万，哎，你们如何花也是一个问题。那你依我看，这个原相共和啊，你们还是别卖了，还给你同学，还给你同学拿回去。万一卖亏了，你同学回到家啊，他爸妈肯定要打他。应该没事吧？我同学家里有钱，上次他爸妈还给他好几百呢。要不我回去给他商量一下，看咋弄吧。像你们今天遇到的这个事儿啊，根本就没有商量的余地。这价值10来万的原相共和，可不是你说的几百块钱那么简单。第一，金额巨大，你们驾驭不了。第二，你同学的父母如果知道了这个事儿啊，你同学回家肯定是要挨一顿揍。与其把事情闹大，哎，对你们俩谁都没有好处，不如啊，趁现在亡羊补牢，给他爸妈还还回去。那好吧，我现在就还给他，谢谢叔叔。啊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啥东西拿出来看看呗？好东西啊，这都是值钱的很啊，值钱的很。啊，这个东西，这都是过去的老银子啊。这都是祖传下来的，多少年了这？祖传下来了。恁这拿出来这干啥嘞？准备就是这不是祖传下来的东西吗？弟兄俩分钱分家的。啊，分家子。恁弟兄俩准备分家嘞？对，这不值当的分啊！这咋不值当分？老晚上不得值个几十万吗？值个几十万？嘿，那这看来也太重了吧？谁跟恁说的值几十万？这，啊，听人家说的呀，估计这啊，祖传下东西多少年了，不讲不值钱吗？这。啊，哪哪的跟你说的？
你这点东西，老银子是老银子，但是它含金量不高，70%、80%。你要是说个值个10来万、几十万，那是不可能的事儿。你也说不来，关键人家小条弹牙。这虽然说是过去的东西，这还咋分？那弟兄俩，这不值啥钱啊？你看咋不值钱？这都是银这啊，是的，是银的，这都是值钱的东西，这咋不啊，是老玩意儿。老的祖传下来咋不值钱这？啊，那这个东西银子呢，它不是黄金的。要是黄金的，那连弟兄俩还值当的分呢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一点东西伤了弟兄们的和气，真是不值啊。这咋分？你当哥的你少要点，当弟的你多要点不就行了吗？你看那均，你给看均匀分不干，我都不那些东西。均匀分。啊，你能感觉到这些东西咋样？在咱心里边看了可重吗都？那肯定重啊！啊，肯定重。哎呀，这些东西啊，我跟你实话实说啊，几十块钱而已。银子这银子呢？这真不值钱吗？那银子本身都不值钱，能想着值多少钱？想着最少得几万块钱、10来万块钱了，这家伙。啊，最少得值10来万。等于说那弟兄俩闹到一块想分开。是的呀。不值啥钱。这银子呢，虽然说是过去的老银子，含金量低得很，只有70%、80%。现在商场呢才卖10来块钱一颗，这顶多有5、6颗呗，7、8颗，也都是100、10块钱的东西，几十块钱，谁要谁不要都无所谓。你说那几十万、10来万，说实话，你这有点扯了，知道吧？有点扯了啊！别伤了弟兄们的和气，还拿着吧，走吧？你还拿着。你要是不相信我，那再让其他人看看，怎么着？好，怎么？啊。老板，哎，你看我这2个银元是真是假？如果是真的话，看能不能换2000块钱。能不能换2000块钱？一块赵种，一块大清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。这俩银元这是哪来的呀？这是我表哥的，他过年想买个手机，他让我拿给你看看能不能换2000块钱。你表哥今年多大了呀？他13了，我10岁。13了，怂恿着10岁的弟弟来变现。你这俩银元，首先真假啊是没啥问题，而且还都是龙阳，壁面这都是无伤无戳，还带包浆。别说2块能不能卖2000了，就是随便哪一块，换个新款手机，这是绰绰有余啊。那照你这样说的话，那就给我换呗，我表哥还在外面等着我呢。你先不要着急哈，这俩银元既然不是你家里的东西，我还真的不能给你换，必须得让他本人来才行。关键是我表哥脸皮薄，见不得人都不好意思，他让我来买个手机多玩玩。你这年龄不大，原来你这也是另有所图啊。你表哥是你哪位亲戚家的这个孩子呀？是我舅舅家的。这么跟你说吧，你舅舅知道你们俩拿银元来换手机，肯定是要追究你们责任的。因为像你们这个年龄啊，他是不能玩手机的，除非啊让你舅舅或者是舅妈来，我才能给你们俩换钱。这2个银元是我表哥的压岁钱，既然已经送给我们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做决定。你这话说的，这是不是你表哥教你的呀？是的。既然他能这么说，那他为什么不让舅舅舅妈来帮他换手机啊？我舅舅舅妈想来也来不了，因为他们在外地打工，下一场大雪他们赶不回来了。你说的也是，今年这场雪啊下的确实挺大的，全国范围出行都有影响。但是回不来过年也不能说啊，就是你们变现银元的理由。可以让他们给我打电话呀。如果你不要的话，那我只能卖给别人了。但是有一家这2块只给我们1500，1500肯定是不能随便卖给别人的，因为你们年龄小，完全不懂银元的价值。我先来给你说一下里面最便宜的这个大清吧。这个大清啊，它是龙阳3000克里面价值排第2的。你的这个尾巴出云，这是属于深板龙，存世量具体有多少我就不细说了，就单看你这个壁面无伤无戳，这就是好品相了。因为过去的这个银元啊，进钱庄都会被打戳字，清朝的银元能完好无损的保存到现在已经很好了。这壁面又带包浆，花枝龙鳞全身打，饰口方面也是 very beautiful。就这一个我能给到你7000，这一个就7000，别人2个才给我1500，你们这价格错了不是一般的多呀。主要是你年龄还小，不知道这个江湖的险恶，人家开店做生意又见你是小朋友，对吧？所以肯压价。而你拿来的另一块这个皂种就更贵了，这个皂种啊是龙阳3剑客之首，是目前我们个人家里面最常见最贵的龙阳，目前大概价格一块能顶这个大清2块绰绰有余。皂种主要是看它的高点、鼻子，
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鼻子没什么磨损，龙鳞看着也没什么磨损，整体字口吧都是全身打，反正我看是没有任何缺点，给你报个1万多，轻轻松松。哇，没想到这俩银元那么值钱啊！这1万多的银元，我表哥只犯2钱，太笨了。对呀，你才10岁，你都知道卖的太便宜了，这幸亏是没卖。如果轻而易举的这个变现了，又买个手机，等你舅舅舅妈回来了，对吧？他肯定要修理你表哥的。再说你舅舅舅妈在外面辛辛苦苦，对吧？打工也非常不容易。你这些当亲戚的一定要劝劝他，拿着这俩银元，赶紧去交给你的姥爷。老板，你说的对，我这就把银元是给我姥爷去，不叫表哥买手机了。对对对。你好，兄弟。你好，到底是啥东西？急急忙忙的。你好，你好。大热天让你过来一下。你给我好好看这个。哦，这是一个箱子，小箱子。说实话，这是原来这留下来的，俺爷留下来的宝贝。恁爷留下来的。对。哦。大爷因为这个事儿是吧？我大爷从外边回来了。从哪回来了？从上海。哦，从上海专门跑过来了。对。我打开了。终于你看看。这等于说是恁爷给你留下来了。对，因为我专门从上海回来了。因为啥吧？他这个上面俺爷的大爷留给我了。专门留给你的。对，上面留个纸条，你不知道拆的时候，一个箱子又一个大箱套小箱。这个箱子套箱子，最后到这个地方，最后一个小箱子。这是最后一个小箱子。对，留了还有个纸条，不是我不能打开。非本人，就是你本人不能打开。对。那你应该是属于恁家里边的单传。对，单传。哦，你等于说是没有兄弟。对，都就我自己，疼我疼得很。哦，你现在专门从哪回来？上海。对。哦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做啥工作的呀？我嘛，我在单位上班嘞。上班嘞。对。你这些东西啊，这都是银元，是吧？哎呀，我看这一块书页，这是属于假字书页，这一块可不得了，这一块估计得好些钱。要是真的话。其实说实话，在你来之前，我大致也了解了一下。我感觉这那些如果出去的话，能够出手的话，我感觉真是我都不用上班了，我已经可以实现财务自由了。那确实，还有甘肃双龙甘肃，这说实话，这些银元我真是没见过，我真是今天第一次见。你看这几块银元都是很普通，8年10年加一个大清，这都很普通。包括这元宝，上面写的朱印，下边是大清库印。这些东西啊，如果要是对的话，就这一个，就我感觉你可以在上海随便买房，是吧？所以我都说，我当时回来我也很激动。我看你今天都很激动，刚才神神秘秘的。说实话，这家里边人还不知道呢，他不懂这值多少年。那确实。跟我说是死活了。说实话，这如果这出手，这现在如果你看能收几个，我看你估计彩礼，我看你也不说要多出。能收一个，有点，你等于说是有点看不起我。能收完都收完，这说实话，这一个说实话能直接其中一个的话让我财务自由了，别说这几个。那确实，这个甘肃假字如果对的话，这100多跑不掉了。这个双龙我估计得700-800万，然后这个书月也得100-200万，这个龙。说实话，这京剧之兆的龙，庚子龙，这个说实话也得上几百万。初步略算一下是挺美好的，但是兄弟啊，你得有个心理准备，这些东西全是假的，连银子都不是。你这是属于典型的预言家。你开玩笑吧？我绝对不相信。啥意思？你想给我忽悠我一下子一块一块的，想给我忽悠走吗？不，我不忽悠你。这我跟我说实话都查好了，这都是说实话都是大真。那确实，那你这个东西如果对的话，就刚才我跟你说了，那反正1000多万是有的。我看你说实话，你这个想唬我了。我不唬你，我也不买，你也不卖，对不对？我在上海那边认识的还有拍卖的朋友，我不知道，我直接拿过去让他给我弄。因为我看你不是做实力，说这一块都顶上百几十了，你这能弄吗？如果真是对的话，我确实没有实力收，知道吧？你也收着，东西你清点一下，看对不对。摆回来是不是东西都对了，对吧？我还没给你换，好吧？然后在这里奉劝你一句啊，不要去尝试拍卖啊什么的，你东西这些东西都是预言家，你要不信在某宝9.9就是他们，你搜一下，
好吧，你再收一下某宝啊，9.9块。你别气我了，你能干嘛？大了点，本来我请你吃饭了，你啊，就这吧，咱就这吧。好，这兄弟不相信我，哎，没办法。你好，老板，哎，那这收老物件不收啊？当然收了，别说老物件，新物件也收。啊，咦，这看着这是搁哪弄来着？咱家祖传的。也是祖传的吗？啊，咦，好家伙，这像个壶，酒壶吧？这是？不是的啊，这你都不认识吗？我看着有点像酒壶，这过去来说应该是那种底墨砚底墨用的。这也差不多，啥酒壶？你要说酒壶，都不让你看了，我搁这走。嘿嘿，给你开个小小的玩笑。你这拿过来几个是想卖了是吧？是的。压来没啥用了，现在也不写毛笔字了。啊，行，那我给你鉴定鉴定。可以啊。好嘞。你拿来，你这干啥嘞？啥干啥嘞？好，别吵了，别吵了。不是，我都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过去的，我简单的弄弄。你不用吵，还是过去的，你也相信我。啥？我相信你。你不是让过来鉴定鉴定吗？鉴定鉴定，你都看看不懂了吗？你咋给他吵？你麻将的给我吵掉完了，你也该说不是老来了嘞，哈。啥意思？坐着吧，好。你鉴定呗，你拿着磨啥嘞？你看你给我磨嘞。不是，我这鉴定不磨，我咋管知道是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你磨不到，你上面的费好多年长不出来嘞。不是，你这拿过来想干啥吧？你这直接说。想出手嘞。想出手？你想多少万？5万块钱。多少？5万。你别说5万。我也不说你老板，我也不骗你，5万块钱。别说了，人家已经给我10万，我这看着你这个人挺老实的，5万块钱给你。我都给你拿200多了，怎么？200块钱不中。咋了？最低的，我跟你说了嘛，5万块钱。你要弄了，我这都给你留着，你我这个都不走了。啥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明显讹我嘞？我没有讹你。我不想讹你，叫人给我涨上吧费。别说了，妹子，我也不少给你拿500块钱多了，中不中？我也算吃一堑长一智，中不中？哎，中吧。我认识的了，给你吧。500块。500。哎，我都简单的摸了一下，哎。以后你鉴定你少摸，你别你再经过你同意，不经同意你别摸。好，我这以后都知道了。好，哎，好，就这吧。老板，你看这个东西现在值不值50万块钱？哎呀，这个是徐世堂人寿同等，值不值50万？哎，因为我买的比较早 ，MS64。东西这个你放心，东西白买的不是假的东西啊。因为这个徐市场这个东西啊比较少，你因为张口就要卖50万，买的少啊？不说买的少啊，我当时是20万买的吧，好像是。买多少年了？大概10年前。10年前买的？不是10年就是9年，就这一类的，具体记不清。那你10年前这个价格对着了，因为10年前这个军阀币啊。玩军阀币的人不多，我不说谎话。那是，哎呀，当时买了一块20万的币，放了10年，现在想卖50万。当时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是咋拍的吧？也是算一个机缘巧合吧。当时我的一个大哥，他喜欢玩这东西，我不喜欢，当时手里也算有点闲钱吧，东买卖西买卖。当时我比较喜欢买这种古董字画，你要瓷器、字画这一类的。这个东西是我当时在日本拍的。在日本买的。对，日本人他为啥说？你可能不了解那边的，那啥水土风情嘛。还多少懂一点。日本拍卖会上的东西啊，大部分都是以清洗为主，比较喜欢比面干净一点。对。然后他们那边反而 AU，就说的那种 AU 的清洗，反而卖的价格比这个价格要高得多了。这看来你对这个行情也多少懂一点。不是，我是那时候懂，现在是真不懂了。现在不懂了。现在不玩这个东西，我一直放家里，没玩过。好，兄弟，我给你简单的说说啊。10年前买了一块20万的币，现在想卖50万，你这个想法太那个啥，只能说太局限了，没有一点大胆的想法。就像你这个64分的 MS64，我敢说比这个高分应该是屈指可数。你这一个状态可不错啊！你看全身黄油彩包浆，因为这天是晚上，因为这个晚上也看不清楚，但是你这个光确实漂亮。你看，因为买10年了嘛，但是它这个本身带光，而且它有一层黄油包浆，确实状态不错。你看一下，对吧？没事，我不用得照一下，你看看，这确实不错。你看那边，主要是那边因为当时在那边拍，你看没有？他们那边都喜欢这种干干净净。是兄弟，这样我的意思啥意思吧？你少要了。就像这一块币，现在比它高，对，比它高的分太少了，应该是反正不多。
本身这个徐市长呢，人手通通啊，发行量非常少，它的这个具有艺术价值非常高。你看它这上面的人这个雕刻的非常清晰，包括人物，包括它这个景楼都非常漂亮。而且最主要的是你这个分高，裁好。这个高端比啊，主要是看这个银元的分值和它的状态。你这银元实话实说，现在我都简单的给你估个价吧，7位数，100多万完全没问题。你要是放在100多万。就是你在你想象的50万的基础上再加个100万，我真没有听100几到底，你说150，少数就是保守估计150，最低150。对，你要是早来2年，就去年或者前年来的话，估计就像这一块币的状态拍卖的话，应该能拍到300左右吧，300万。那你这一说啊，我这就赶着一波机会啊，赶错一波机会。那你是因为最近这10年你也没看行情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行情你给错过了。兄弟，你别说了，我不应该喊兄弟，我喊大哥，你别说了，我真是找对人了。你看，所以说我真是这个冤枉路，一步也没走错。那是这种高端币，说实话，这上网一查，随便一查，大概价格多少都知道。哎，你不用说了，我也不差钱，我都想你估价。你要说当时300，我现在再放它10年。价格会更高，那是对，对不对？如果不缺钱的话，可以继续放。对，包括我的股东资化都升值了。那是。那行，我就先放着，是吧？好，麻烦你了。没事。好，这个3生3世是我剪的，怎么看都不像是真的，跟我手腕上戴的颜色差很多。一位30多岁的女子边说边做着比划，意思是自己捡到了一个黄铜手镯。我接过手镯一看笑了，直接拿起计算器打出回收价。女子看了又看说不可能。打赌说是黄金的，就把它吃了。今天下午的时候，店里来了一位30多岁的女子，从兜里掏出一个3生3世手镯，指着手镯就说这个是纱金的吧。我接过她拿来的3生3世手镯，是2光1纱的款式，下面还带几个小铃铛，托在手里沉甸甸的，看上去黄金的颜色很正，不像她所说的是纱金。女子指着自己戴的手镯开始比划着，说自己戴的是黄金的。这个3生3世手镯是捡来的，一看就是那种很假的东西。原来这个3生3世手镯是自己在公园里捡到的，很多人经过都看不上眼，自己捡起来拍拍上面的土，看着还挺新的，想着纱金卖的也便宜，但是转念一想，自己又多留了一个心眼，想着可别是金的了，所以就直接给我拿了过来。刚才听到他说是假的时候，我都已经习惯性的拿出计算器了。说实话，有时候说话不顶用，打出回收金额的时候，有些人才会有感觉。我3下5除2敲出19003的数字来。女子看到这一连串的数字之后，立刻开始质疑不可能，随后装起手镯就走了。想着这件事很快就结束了，没想到过一会儿她又回来了，说是自己走在路上不甘心，说如果真是黄金的话，自己就把它吃了，信誓旦旦地向我说着。我倒是把目光转向了她手上的手镯，直接毫不掩饰地说你戴的是假的。看来女子就是一个喜欢打赌的人，直接取下来说让我检验，说尽管烧坏了不让你赔。大家都知道真金不怕火炼，半分钟的功夫自己戴的手镯烧黑了，而这个3生3世还是黄金色。只见女子对我竖起了大拇指，说今天就是来检验这个5克的手镯的。结果弄了半天，女子是来检验戴在手上这只手镯呢。原来自己捡的是这个气手镯，当然在事实面前证明，纱金首饰一烧肯定会变黑的。其实通过这件事来看，一般在路上捡到的东西，往往都会是黄铜的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哪有那么多黄金首饰会掉呢？大家觉得呢？这个东西看着像黄金，刚捞出来的时候，我还以为钓到了一条鱼呢，一拖有那么重，我赶紧钓的鱼都不要了，这就给你拿了过来。一位男子着急地对我说着。我拿起这个奇形怪状的金块看了看，在计算器上打出回收价。男子激动地拍手叫好，说自己运气真好。今天上午的时候，一位男子急匆匆地来到店里，进门2只手插在兜里，问我们狗头金是不是很稀少。我微笑着说，真正的狗头金确实不多。话说到这里，男子从兜子掏出一个红色的首饰盒，说今天我就在盒里淘来一块。我打开一看，里面还真装着一个奇形怪状的金块。我拿在手里拖了拖，男子拿来的东西确实有分量，按照这样的体积，这样的重量，绝对是黄金。形状看起来有点像章鱼，
往秤上一称，有将近20克的重量。一般狗头金像这样大的也有很多，但是从外面的颜色看起来，这块金块含金量会高很多。男子指着这块金块说是狗头金，说今天早上去钓鱼的时候钓上来的。刚开始还以为是一条鱼呢，结果拉上来竟然是这个东西。自己用手一托之后还有一定的重量，当时自己灵机一动，感觉应该是黄金，立刻起身就来找我鉴定，还说自己当时钓的鱼都没要，就只顾急急慌慌跑来了。听完，男子边比划边认定是狗头金，我在一旁笑了起来，说狗头金倒看着不像。男子拐弯又说是不是沙金，因为钓鱼那条河附近都是小山，有没有可能会是天然的东西？按他描述的意思就是天然的东西比较贵重，应该会很值钱。我说这个暂时说不了，以我的经验，含金量还很高。再一次称重之后，直接在计算器上敲出7298的数额。男子看到一连串的数字后，直接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，连忙直言没想到能卖那么多，给自己拍手叫好，说运气好。转念一想，说当黄金卖实在是太亏。结果就是自己犹豫了一下，说再转转看看，说不定有人会以天然的沙金高价给自己收走呢，说不定自己又多赚一份钱。自言自语的就拿着东西走了。或许很多朋友该质疑了，难道真的有沙金狗头金？我就说一句话，大家仔细来品品，刚才男子拿来的金块就那样的形状，请问他是怎么钓上来的？大家觉得呢？我这把算盘可是家传的，之前很多人给多少钱都没出手。虽说它不是金也不是银，但要不是孩子买车，我绝对不会轻易拿出来。一位50来岁的男子一身酒气，跌跌撞撞的把算盘拿了出来，意思就是让我来看看能卖多少。我伸出一巴掌出来，男子说我啥都不懂。今天下午的时候，跟着一位老顾客去他家看东西，一身的酒气特别重，走起路来有点不稳，把我领到自家院子里，等他找了半天才出来。只见他拎了一个红色提兜，说有好东西在里面装着。只见他拿出一个算盘出来，在我面前规整了几下，这才小心翼翼地递给我。我接过男子递来的算盘，一块确实就是一把檀木老算盘，旁边的铜边角已经氧化了，看上去有很多绿锈，有些地方都已经磨烂了，乍一看就是70、80年代的东西。拿着这把老算盘的时候，男子还是很谨慎，总是害怕我不小心摔掉的样子，就是不知道他心里有何想法。男子开始了讲解，说这把算盘是自己家的家传之物，是很多年前养活一家人的东西，之所以还放到现在，完全是因为它的材质很上等，据说是从国外进口回来的紫檀木，意思就是放了几十年，模样依然没有腐朽，每一个算盘子都很宝贵。说着就在我面前清点了起来。虽然我跑那么远来看他要卖的东西，早知道是这个，说实话我是绝对不会来的，但是既然来了，也听出来他的意思，所以不敢在他面前造次，直接询问他准备怎么卖。没想到男子说卖掉这个算盘，准备要给儿子去买车。这句话一说出口来，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。男子看我一直不说话，直接借着酒气让我随便开，能开多少看着给。我当时也是特别想离开这里，直接按照行规伸出一巴掌，说最多也就给50块吧。男子立刻就收起来算盘，说你的50块是金子做的吗？边说东西边让我走，还说我什么都不懂。说实话，经常碰到这样的事，我当时也不生气，但是话又说回来，就是不知道他是如何想的。这把算盘不过也就是紫檀木的，虽然说品相还稍好一些，但是年份也是短了一些。目前像这样的算盘，在很多人家放的还都有，反倒是他想拿出来换车开，这是让我始料未及的。大家觉得呢？啥东西啊？拿出来看看吧。来，大哥先抽个烟。以后不会抽，谢谢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啊。这不是双11的吗？啊，网上买东西也便宜啊。我刚交个女朋友啊，跟对象呢买了一个手镯，你看咋样？99，哎，99黄金手镯。黄金手镯。你看这样能耐。你这一听价钱都假了。虎山啊，大哥。上面钢印啊，你看上面钢印。3个9。这钢印没用。别看钢印，你这一摸都假了。这嘛人黄金的，你懂不懂，大哥？那你叫我来看啥？你不是要我看，你看真假了吗？不是，大哥。
你不能说一便宜买东西就假啊，这人家搞促销嘞，双11买东西都是网上买东西更便宜嘛，这所以说他比网上买东西便宜才买嘞，你不能说便宜就假啊，是不是大哥？那反正我感觉着不真。你想哪个商家能会把这个大金钟是99块钱卖给你呢？对不对？都因为人家商家搞活动嘞，双11全年最低的这一天价格，我才买的。好，这是假的。你准备送给他女朋友了是吧？对呀、送他女朋友，反正他要是不懂的话，说实话，他暂时可能看不出来。早前我上店里去看了，买个这得1万多。那你实店的东西太贵了，还是网上东西便宜，99买着了，你看多划算。划算是划算，但是你这送女朋友，早晚有一天会被发现啊。是那样，大哥。网上东西都是便宜，有实店我去转了，买一个得1万多。我搁网上你看都说双11的便宜，全年最低价是吧？你也亏本卖的，所以说人家搞销量嘞，促销量嘞，人家咋说嘞？反正是99买的啊，那不可能假吧，大哥？我给你鉴定已经，刚才听渐渐都已经鉴定出来了，这一摸也果然鉴定出来了。照你这说，我明儿得找到你了。你不是找到不找到的问题，你得跟他女朋友说清楚了。我这咋送啊？女朋友买个假的咋送啊？那你他不知道怪好，知道了。对呀，给我去就黄了。是了，你这贪便宜贪的也太难了啊！前几天都有一个他婆子吧，好像给他那个儿媳妇买了一个项链，也不知道啥，反正都假了，都跟你这情况是一样的。那你说网上东西还是不管买啊？便宜不管贪啊？那你这个东西贪不管贪，确实不管贪。那便宜还是没好货。那你这个东西不能都这样完全理解。这说亏大了。那你亏大了。假的这不值99了，这说。那不值99。